好，欢迎来到巧儿烧咖1年1度的枫糖采收季。现在是3月底，然后气温是5度，有点冷。然后现在刚好是魁北克的枫糖产季。去年呢，我们是用水桶收集我们家的枫树枝，但今年呢，我们有把系统升级。那现在来看一下新系统。就是我们把家里后院的枫树都串接起来了。你看，就是从这一棵开始，然后这个水管一路连到这一棵，再连到这一棵，也就是说枫树枝呢，就透过这个管线一路集中到一个大水桶。那去年呢，我们大概需要收个7、8桶，然后就要搬来搬去。今年的话呢，只要集中收2大桶就好，前院1桶，后院1桶，非常的方便。很多人关心啊，就是在枫树上面钻洞啊，会不会对它不好，会不会受伤啊？那给你们看一下去年钻的洞，你看已经完全愈合了。那我们今年的话呢，就在它旁边再装一个。所以完全没有关系哦。这是我们的收集桶，哇，哇，好多哦！你看，这是好几颗的，所以它会一直滴。那枫树枝呢，就是枫糖浆的原料，它不是一整年都有，是特定的时节才有，就是现在。那这桶快满了，我们要拿去煮，所以拿另外一个桶子来接它。5加仑也是蛮重的。后院的枫树产季呢，约1个月，一路从3月份收到4月份，边收边煮。今年大概收了50加仑的枫树枝。采收的时候会有很多小观众。妈没有拍完就没下包。北国天气，春天后母心。昨天20几度，让我以为可以换季了，结果过了一晚下大雪，又回到冰封状态，冷个半死。哇，今天雪也太大了吧！我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枫糖罐。1月份了，还有这么多雪。雪哦，哇，太冰了！我要去戴手套，好冷哦。社区里的枫树叶子光秃秃的，看起来挺凄凉。但秋天呢，会变一片枫红，超级美，像是童话故事的插图。每天下午4点准时来炊饭的里长大黑。他是照顾其他3只小猫的大家长。现在呢，在我们家后院 ，AKA 枫糖小屋，来煮枫糖浆。然后第一步呢，是要来过滤枫树枝，准备这个滤网。因为枫树枝在收集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一些虫虫啊，或者是一些你知道枫树的一些屑掉进去，所以我们在煮之前呢，要先过滤。好重，我应该可以搬得起来吧？好，倒在我们这个，好，就成功把一些屑什么都有滤掉，会再滤个2、3次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枫树枝98% 都是水，只有2% 是糖分，所以枫糖浆的过程呢，就是一直加热，把水分沸腾蒸发。烟雾弥漫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水分蒸发的差不多，我要把它移到室内来做收尾。融雪后，开始忙院子的工作。天气变暖，先帮前院的绣球花开园整理，凋谢的花剪掉，施肥浇水希望今年可以开得更大更漂亮。今年非常幸运订到魁北克最有名的枫糖小屋 OP de Cushion 猪脚餐厅，每年12月1号开放定位都会瞬间被秒杀。第一道巴黎布雷斯特夹馅是鸡白干慕斯、鹅肝、枫糖脆片、莓果酱，这只是开胃小菜而已。So this is the starter. There's still going to be another starter as well.
接着前菜有3道，这个好吃，鹿肉，然后里面有香鸡肉的香肠，上面还有樱桃酱。服务生正在说明，他们花了2个礼拜准备北京烤鸭。传统呢是用糖水淋鸭皮嘛，这边是用枫糖浆去淋，搭配不是荷叶饼，是法式可丽饼 crepe。我的心得，还是比较喜欢港式烧腊店的烤鸭。今天呢，厨师没做出脆皮，有点小失望。回到法式料理，主厨水准立刻飙升。这道舒芙蕾烘蛋上面铺了满满的 cheese， 搭配枫糖，超级好吃。主菜呢还有鳕鱼慕斯，一大锅的枫糖炖羊肉，味道都非常细致，和枫糖浆搭配得很好。最后没再客气，再上3道甜点。枫糖慕斯蛋糕配草莓果泥，枫糖豆。Oh, one for each one, right? We have 4. Michelle will do it first, and then we'll get the toppings. 还有枫糖火烤的阿拉斯加 Bake Alaska， 服务生正在加热白兰地，等等要淋在蛋糕上。哇 ，so nice！ 哇哦！中心呢是咖啡冰淇淋哦，这道太酷了，我有点想回家自己做。还有法式烤布雷派，仔细看上面有枫叶的烙印哦，还有浓缩的枫糖浆，切开来啊，慢慢流下来，这样气势磅礴。总共吃了13道，也太饱了。有没有一道是你们想看我做的？留言吧。枫糖浆的最后阶段，然后这是我 DIY 的设置。去年呢有点惊险，今年比较安全一点，个子不够高了，站椅子。开始。这架子蛮好用的哦，颜色好美哦，这真的是季中的颜色，琥珀色。这一锅呢，已经煮了大概5-6个小时以上了，从原本那个透明的枫树汁到现在这样，然后我们最后要煮到104度。等待期间呢，趁我们的枫糖浆还没有最后变得很浓稠、很甜的时候，我们来冲个枫糖红茶。103了。但是现在升1度呢，都要花很久的时间，所以还蛮漫长的。哦，104了，好，关火。枫糖浆呢，要煮到104度才算完成，要趁热倒，因为糖浆越烫呢，它过这个筛网会越顺利。一鼓作气，哦。让它慢慢流。刚刚那么大一锅，现在只剩下1/4了。好，我找个东西架起来。发现这样撑的还不错，因为太珍贵了，慢慢滴。去年呢，我直接用铸铁锅直接倒，吓死大家了。今年设备升级，做起来轻松多了。枫糖浆呢，维持在一个温度装瓶，比较不会有细菌。今年的颜色很漂亮。这几天我们家空气闻起来都甜甜的，好险现在还很冷，没有蚂蚁，不然应该连天花板都是蚂蚁吧。倒扣，枫糖浆你要拿好哦，现在要倒的。最后，还要深一点。试喝一下我自己做的枫糖浆，哇，味道真的很香醇嘞。喝下去那个后味啊，是我们家后院的味道。今年的收成，
颜色都不一样哦。用今年的收成来做枫糖冰淇淋吧。讲个公开的秘密，市售的枫糖冰淇淋都是靠枫糖香精才有足够的枫糖味，只有自己吃才可以霸气的都用天然枫糖浆。做冰淇淋很简单，蛋黄、枫糖浆、素薯淀粉搅拌搅拌，加入鲜奶油跟 half and half 乳脂肪比较低的鲜奶油，用中小火加热到80度杀菌，过筛，冷藏至少4个小时，让冰淇淋基底完全冷却。冰淇淋桶要冰得很硬哦，至少24小时。如果像我一样用 KitchenAid 冰淇淋机的话，让它运作个15分钟左右，不要太早停下来哦。看起来好绵密哦。因为现在呢，我觉得还有点软，所以我们冰个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再来吃它。枫糖味超浓的枫糖冰淇淋，有冰吗？看到枫树开花，代表枫糖季结束了。最近呢，新闻上有说，因为全球暖化，科学家预测再过50年，枫糖浆可能就会消失，枫糖浆呢会变得越来越珍贵。枫糖季，希望我们明年再见喽，Ciao。